大婚仪式上，万妖王叶尽夺我内丹，屠我全族，魂飞魄散之际，是地府冥王墨渊费了半身修为救我。他陪我修复白蛇妖身，封我为冥后，在我怀孕后更是千依百顺教养我。在我走出阴霾准备成为母亲时，却意外听到大司命悄声问墨渊：白灵溪毕竟是你妻子，你将亡妻双宁的精魂种在她体内，未免太绝了些。你可有想过，待她生下双宁后，你要如何处置？紧闭的房门里，墨渊一改往日温柔，失声冷笑着回答：他一身银蛇甲，坚如磐石，刚好扒了为双宁做新铠甲，再炼化他的蛇躯，不出1年，双宁就能恢复真身。我等这一天，足足等了300年。你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些？好歹他为你孕育了双宁啊！大司命不忍，他本是将死之妖，是我舍了半身修为，给他300年新生。冥府无数天才地宝养着他，这莫大的福气，如今也该还给双宁了。一门之外的我如遭雷轰，含泪跌撞着回到寝殿。丫鬟林月捧着食盒正四处寻我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这种被背叛的感觉，像是再一次回到了和万妖王叶尽大婚那日。婚仪上，叶尽骤然变脸，不仅夺走我的内丹，还把毫无防备的我重伤至魂离魄散。妖命垂危之际，冥王墨渊破戒而来救下我，舍了半身修为护住我心脉，亦不嫌弃我妖力低微娶我为妻。成婚后，更是待我情深似海。如今我已怀孕满99年，再有1年，我们的骨肉就将出世。他答应待孩子出生，会陪我回妖界祭奠白蛇全族，还告诉我定会帮我寻到最重要的精魂，助我魂魄合体，从叶尽手中夺回内丹。我信他敬他，一生爱他，却从未想过他只是把我当作孕育心上人的容器。见我抖个不停，林月以为我又犯了寒症，替我披上软毯，柔声安慰：夫人怕冷，明君大人吩咐午时1刻，您须得喝补参汤，切不可漏服，还让奴准备了妖界孕育了100年的蛇钱果。林月是墨渊特意为我寻来的，我蛇足旁支，深知这蛇钱果100年只结一次，不能在日出前采摘就会枯萎，且生长在悬崖峭壁，极为难得。成婚300年，墨渊视我若珍宝，验我思乡之苦，隔3差5就命鬼差带来妖界珍稀之物讨我欢心。冥界森冷，蛇族畏寒，他便仿着我在妖族时所居住的屋子，为我新造了恒温宫殿。怕我烦闷，便将公务也一起搬了过来，办公时也常陪着我。他救我时舍了半身修为，留下病根，公务劳累时常常气血逆行，浑身剧痛，却总是笑着安慰我说只要我没事，他付出再多修为都值得。我被他一片真心打动，得知怀孕后不顾体弱拼死保胎，却不曾想这一切都只是他为了复活双宁装出来的。他甚至还要在双宁出世后将我炼化给他。汤药入口，腹中胎动愈加猛烈，我满头大汗，终于明白藏在这碗汤药里的秘密。他要补的不是我，而是我腹中的鬼胎，只为双宁能快些出世。难怪蛇族向来需要孕育200年才能生产，我却不过100年就将临产。我深呼吸许久才冷静下来，也终于明白一切都是骗局，现在抽身为时不晚。成婚300年，他从不携我去天庭，说我腰身不稳，承受不了仙界雷霆验身。可与其等着生下双宁被包甲炼肉，不如试试天雷劈过后我能否活下来寻回精魂。我哽咽着吞下一颗对我修行有助益的蛇钱果，忍住眼泪在心中发誓，绝不会帮他生下双宁。若能雷下逃生恢复妖力，这冥府我必将踏而平之，更要墨渊付出惨痛代价。为了自行平息胎动，我调动全部妖力，累得精疲力尽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溅落在不远处的箱子上。那是求娶我时墨渊为我准备的嫁妆。我忍着剧痛拿出了那件鲜红的嫁衣，地府之人多着玄色，红衣少见，他便下战书降了凤族少主，要了1000年赤凤羽为我亲制嫁衣。婚礼时天上地下宾客齐聚，无人不羡我得到墨渊如此真心。可此刻鲜艳的赤羽像一根根针，刺痛了我的双眼。我捏了个寒冰诀，准备毁了这件嫁衣和箱子里所有首饰。墨渊却忽然回来了，笑吟吟问我今日可服过药了，为何好兴致翻出了嫁衣。我念头一转，问他：听说凤族少主施了赤凤羽，被关在天庭300年，既然婚也成了，这凤羽你不如带我去天庭还给他如何？墨渊面色骤变，不可，这嫁衣我要留给……话没说完又改口，留个念想，毕竟是你我感情的见证。何况你身体虚弱，去了天庭会受不了。乖，把嫁衣放回去收好。天庭到底有何玄机？为何人人去的，偏我不行？我想起他方才与叶尽的对话，怒上心头。墨渊一向温柔的脸流露不悦，你为何如此固执？为夫难道还会害你不成？我赌气将寒冰诀砸向嫁衣，你不让我做的事，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墨渊大惊失色，连避寒法术都忘了，径直穿进寒冰阵，将雨衣抢了出来。寒气将他润白的双手瞬间冻成了紫褐色，水泡密密麻麻遍布，可他却毫不在意，像没感受到一丝疼痛，只是颤抖着将雨衣搂在怀里呢喃：还好抢回来了。裙角从他怀里垂下，
我看清裙内清晰地绣了一个双字，我愕然失色，身体像被绑了1000斤重的顽石，不得动弹。当初这件雨衣是他亲织，旁人从未插手，这是他为双宁织的嫁衣，根本不是为我做的，难怪我提出要归还，他竟如此紧张，不惜弄伤自己也要护住他。愤恨和屈辱袭来，我抬手就要毁掉箱子里那些奇珍。墨渊怒吼：白灵溪，你疯了吗？再放肆，我可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！我身躯一震，涨红的脸瞬间褪去血色。18层地狱，阳间穷凶极恶者才会得此报应。他竟然要将怀孕的我丢去那里。见我神情有异，他伸了伸手来搂我，语气温柔了些。灵溪儿，同你玩笑的，你认个错，答应我不再动这些嫁妆，我亲手给你做荷花酥好不好？我咬紧嘴唇，倔强的一言不发，眼泪被倒逼回眼眶，只是恨恨地盯着他手里的雨衣。他再三哄劝我，我紧合上双眼，不再看他。冥顽不灵，那就下去好好反省。他失了耐心，换来鬼差将我压了下去。18层地狱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的灵魂，断肢残骨随处可见，血流成河更是一步一起见。我腰力低微，才行至第6层同住地狱，便已经筋骨剧痛。夫人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们明君待您知心日月可见，夫妻难免有争吵，您撒个娇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哪至于到这个地步？说话的是夜叉牛头，跟在后面的马面也不停点头，知道我是墨渊爱妻，他俩不敢对我粗鲁，好生劝着。忽然一阵锐利的女声传来：上刑啊，没用的东西是让他来享福的吗？我慌乱地望向我的肚子，这声音是从我腹中传出来的，是双宁，她竟然修炼出了六感，能隔着肚子与她曾经的下属对话了。双宁大人，是您吗？您竟然还活着！少废话，知道是我还不赶紧对这个卑贱的蛇妖用刑？我的命令你们敢有一丝违抗，待我出世，要你们好看。冥界女战神的威名不逊于墨渊，当初对他们这些小鬼差的折磨至今是噩梦。牛头马面互看一眼，眼中的犹豫逐渐被凶狠取代，狰狞地笑着将我摁在了烧红的铁柱上。如果说前5层地狱之刑只是心理上的折磨，那么后面这10几层实打实地折磨着我的身体。双宁将真身短暂抽离我腹中，命令牛头马面尽全力动刑。滚烫的铜柱烧焦我的皮肉，即使银甲护身也无济于事。烤焦的香味传来，双宁拍手称赞：不错，等我出世，必要尝尝烤白蛇的味道，绝对鲜美。刀山地狱里，牛头不顾我焦烂的身躯还未凝结，又将我的下半身扔进了凌厉的尖刀林，从刀山拔出的双腿血淋淋的，紧接着又掉入了滚烫的油锅，滋啦啦的沸腾声传来。双宁笑得愉悦，油炸的味道也不错，外酥里嫩。终于挨到第18层地狱时，我已经经脉寸断，人事不省。恒温宫殿里，墨渊做好了荷花酥，擦干双手，隔空问牛头：夫人可知道错了？若是反省好了，就请他上来。我已经亲手做好了他喜欢的点心，吃完我再陪他游览冥河。牛头装作一脸为难，夫人什么也不肯说，一直在装睡。说着将我蜷缩在地上的画面传给墨渊。衣衫覆盖下，我呼吸均匀，似乎睡得甚香。再关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的铁石心肠。墨渊大怒，砸了荷花酥。双宁还没有修炼完成，不能离开我太久。见我即将断气，立刻钻入我腹中为我反渡修为，护住我的心脉。我再次痛醒，大口往外呼着气，绝望到连眼泪都哭不出来。腹中我的胎动愈加严重，明知是双宁故意在折腾我，可我此刻已没了镇压他的妖力，只能生生忍受。贱人，你趁我阵亡霸占墨渊，还与他日夜恩爱痴缠，占尽了我的福气。今日我就要你100倍偿还。双宁嗤笑着，不断在我腹中拳打脚踢，痛得我冷汗涔涔，血淋淋的手将牢狱里的青砖抓出一道道指甲印。别做无用挣扎了，好好享受我带给你的折磨吧。他咯咯笑着，用力捏住了我的心脏，在我即将窒息时又松手，一次次反复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痛到显露真身，不断地在青砖上翻滚着，墙壁上鲜血四溅，一股股妖气横冲直撞，险些撞破牢笼的铁门。寝殿里，墨渊抱着我的枕头准备就寝，忽然觉得心跳一阵加速。夫人他翻身惊坐起，却被侍女按下。马面方才来报，夫人仍是老样子，快子时了。明君不如明日再去看望吧。夫妻没有隔夜仇，睡一觉醒来，夫人或许就知错了。墨渊点头躺下，沉沉睡去。牢狱内，林月哭着跪倒在我面前。夫人，是谁将您伤成这样的？同为蛇族，我释放妖气时，他感应到了我的异常，使出我教他的隐身术来看我。我气息微弱，连眼睛都无法睁开，凭着声音才认出了他。嗓子已经无法发声，只能在地上写字问他。可带了蛇钱果，他拿出上次我吃剩下的蛇钱果，足足12颗，全部吞下的话，能助我短暂恢复妖力。不顾火烧般的喉痛，一口气吃下。12颗果子只够维持2个时辰的妖力，夫人后面怎么办？
我露出惨白却坚定的笑。2个时辰去天庭打个胎，足够了。短暂恢复的妖力让我有了力气镇压腹中胎动，修复好破损的真身，冲破牢狱飞升天庭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手腕上的蚕丝红线疯狂闪动。灵希儿，你去哪里了？快些回来，我做好荷花酥了。那是我们大婚时护结下的法器，千里之外亦可传音传话。我没吭声，继续往上飞。白灵犀，别再和我躲猫猫了，我的耐心有限。紧接着，牛头马面惨叫着的声音传来。冥府18层地狱里，墨渊站在关押我的牢笼里，神情恐怖，强大的鬼气压得一众小鬼头都无力抬起。牢笼里外都被打扫过一遍，干净无瑕，就连我的一丝气息都不复存在。可正因如此，才让墨渊心生狐疑。明明昨晚感受到了妖族气息，此刻为何荡然无存？夫人莫名其妙就失踪了，冥王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！马面哭喊，牛头不断磕头。找！墨渊怒吼，整个地狱都被翻转过来。铁水同之倾覆，烈焰熔浆混合着血水烧灼着每一只恶鬼，一时间地府哀嚎遍野，惨香环生。去哪里了？为何没有他一丝气息？墨渊接近癫狂，一身黑羽散开，眼中血丝爆裂，不断散发森森鬼气。我狠了狠心，将蚕丝红线连皮带肉挖了下来，不再受他干扰。在精疲力尽之际，终于飞到了南天门。何方妖物敢来此作祟？一道天雷不由分说劈在我身上，我凝聚蛇前果最后的力量，生抗下这道天雷，但还是被劈得倒地不起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散落满地。再想聚力，却发现丹田空荡，妖力四散，无力再压制双凝。他在我腹中惊恐尖叫：下贱蛇妖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不要命别连累我啊！快回去！第2道天雷再次来袭，周身银甲张开，为我抗下这道更加猛烈的雷罚。双凝顿时没了声音，我的银甲爆开，皮肉受损，他自然也被殃及。我要的就是他无法活下来。冥府中，墨渊连闻2道天雷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是我在遭受雷劫。他胸口泛起阵阵没来由的痛楚，迅速飞升，在第3道天雷击落时赶到，于半空中接下半道天雷。虽然一半力量被分走，可我终究再无半分可抵御的东西。应声倒地时，腹中一阵前所未有的剧痛袭来。白灵犀，你疯了吗？墨渊朝我狂奔过来，眼里满是痛色。可就在他靠近我的前一刻，双凝他竟然活着出事了。墨渊，救我！这蛇妖要借天雷劈死我！他破腹而出，容貌却与地府供奉的画像相去甚远，脸上落下一大块灼烧印记，身体也飘摇瘦弱，全然没有半分女将之姿。想来是天雷落下时也殃及了他的容貌，加上早产体弱，才会如此形状。他看向我时，眼中犹如淬了毒，踉跄着朝我扑过来，想要掐死我。我本能的一挥手，本来只想推开他，可他竟然像一张枯叶般飘摇着飞了出去，落在墨渊怀中时，嘴角还带着一丝鲜血，哽咽道：墨渊，可，我只是想去扶他起来，他却想将我推下南天门，可。墨渊抬手，巴掌挥在了我脸上。白灵犀，你好狠毒的心，竟然妄想用天雷杀死双凝，害他毁容毁身，羸弱不堪。我们成婚300年，我待你不薄，不过是想借你身体孕育双凝，从未加害于你，你就这般容不下他吗？我说不出话。墨渊，我到底还是没能恢复原样，可这样的我还不如立刻死了，求你给我个痛快。双凝在墨渊怀里哭诉，墨渊心痛的安慰：不会，我有办法让你恢复原样，你信我。什么办法？炼化我的真身吗？我吐出一口血，已经无力争辩，也不想争辩。明明是双凝要杀我，他一狡辩他便信了。明明我银甲爆裂，浑身是伤，他却只心疼地搂着双凝，反向我飞掌。不被爱的那个是没有资格解释的。我垂眸看了眼自己支离破碎的身体，想起被叶尽屠戮的全族，却无力为他们复仇，心痛愈加强烈。一道烈焰从墨渊掌心飞出，不远处却劈来一道白光，来不及看清是何人，我便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温暖的软帐中醒来，动了动身体，竟发现意外的轻盈舒展，银甲完好无损，被天雷劈过的伤口全部愈合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丢失了300年的精魂竟然不知何时与灵拓合体，回归到了我的身体。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晕倒前墨渊要将我炼化，为何我现在不仅没事，反而身处在一座硕大的仙宫里？我惊讶起身，一位头戴玉冠的白衣仙君走近了，见我醒来，激动地将我搂在怀里。灵思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茫然地看向他，他反应过来，宠溺地轻笑了一下，往我脑门上弹了弹。一股不属于我的记忆涌来进来，原来当年被夜尽击散的精魂飘荡到了帝君严尘门前，化作一条没有肉身的小母蛇。天帝见它聪慧可爱，便当作灵宠收养在了身边。300年来，受天地灵气润化，按照记忆修出了我原本的样子。严尘本想为他施法重塑肉身，他却坚持要等我出现。这300年，墨渊将我的气息藏了起来，严尘没有探寻到我的真身归处，便一直由他陪在身侧。记忆翻涌，画面里全是严尘对他悉心照顾的场面，推着他荡秋千，教他射箭，与他共舞。
甚至还有他们情难自禁、赤身相拥而眠的画面。或许是精魄融入带来的感情，我看向严晨的目光也变得缱绻温柔。谢谢你，将我的精魄养得这么好。只是我不是灵司，更不能待在寝殿。我挣扎着起身，他红了眼尾，狠狠吻了上来。这感觉熟悉又陌生，有灵丝的主动迎合，也有白灵犀的惊恐抗拒。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拒绝还是回应。他吻得我神志混乱，就连何时被解开了衣带都不知道。可就我衣衫滑落时，他却忽然止住了向下探入的动作，轻喘着道：对不起，我忘了你刚刚经历生产，身体虚弱，是我唐突了，养好身体要紧。我窘迫地整理好衣衫，心里却涌上来一丝感激。他和如狼似虎的墨渊不同，是个谦谦君子。我一心想尽快恢复，好从万妖王叶尽手里夺回我的内丹，为我全族报仇。他便硬生生抽了一柱心头血融合进我身体。有了这一柱心头血，我的修炼进度肉眼可见的飞升。他又用了许多天山雪莲、灵丹妙药助我补益，月子做了不足7日，妖力便恢复了3-4成。就在我盘算着回到妖族如何从叶尽手中夺回妖丹时，他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灵犀，我的好夫人，当年我母君危在旦夕，是她逼我骗取你的内丹。这300年来，我没有一日忘记过你，你可愿陪我回妖族？做我妖后，他楚楚可怜，我却恨意翻涌。我怎会不知，他当年抢走我的内丹，却并没有用来救他母君，而是反手杀了他和舅舅一族，也就是我的蛇族同类，从此坐稳妖王之位，再也没有任何忌惮。若只是为了我的内丹，将我禁足即可，为何又将我伤至魂飞魄散？300年来，明知我被明君掳走，从未来一探我的生死，今日却唤我夫人，又想骗我回妖族，分明是吞下我的内丹后无法炼化。如今我妖力变得强大，内丹感应到主人气息，屡次强行冲破他的身体，他无法支撑，这才跑来演苦情戏。我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抽丹离魂之痛，灭族之仇，今日便是拼上这条性命也要一报。我手握严晨送我的血霜剑，应声而上。叶尽却笑得阴险，他知道我没有内丹，身体尚弱，方才说软话，不过先礼后兵，想不动干戈将我骗回去。缠斗中，他一路引我向下，回到妖族就是他的地盘，人多势众，抓我易如反掌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，天地如及时雨般出现，将我护在身后。灵司，这种畜生交给我就可，何须你亲自动手？他先力磅礴，哪怕万妖王身负2颗妖丹，几番缠斗后也渐落下风。我凝神静气，召唤出被他封印在身体里的内丹。叶尽捂住胸口，却还是没能守住，一颗通体雪白的内丹从他胸前爆裂飞出，缓缓钻进我的身体里。万妖王又如何？敢伤我妻子，这代价你付不起。他手指一勾，叶尽的内丹同时被拽了出来。叶尽瞪大了双眼，血泪淌出，身体直直跪下。你明明是我的妖后。他话没说完，就显出了妖族真身，一只小玄鸟。5000年前你就是这番可怜模样，修炼不易，我不伤你性命。如今一切回到原点，算是对你的小小惩罚。严晨波澜不惊，扬手将他挥落，像一粒尘埃跌入万丈深渊。灵司，我们回家。蟠桃园里的鲜果熟了，我去采一些给你尝尝，可好？他收起方才的狠力，将我搂在怀里，看向我时眉眼说不出的温柔如水。我感动于他对我的维护，却始终觉得与他如此亲密不太适应。方才我找回内丹时，他曾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藏着汹涌复杂的情绪，亦不是我能看懂的。可无论如何，他替我惩处了叶尽，褫夺了他5000年修为，也算为我白蛇一族报仇雪恨了。我朝着妖族的方向正中第3叩首。当夜回到严晨的仙宫，睡得格外不安稳。族人在梦里载歌载舞，画面一转，却到处都是被斩首的蛇身蛇尾，就连刚出生的小蛇也没能幸免于难。姐姐救我，姑姑，好疼！我尖叫着坐起来，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夫人，别怕别怕，噩梦而已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林月。你如何上来的这仙界？南天门3道雷劫，你如何承受得住？他红了眼。奴在冥界思念夫人，特意求了明君放我离开。至于南天门门口守卫听闻我是你侍女，便没有为难。他替我拭去额前汗水，又端来茶水喂我，茶盏及至唇边。我好奇地问：当年三舅舅被狐妖所伤，听说是你照料了3年才养好的，我方才梦见三舅舅了，他十分记挂你。林月一愣，很快点头。我也记挂他老人家，可恨叶尽太狠毒，屠我全族，否则我此时便能与他团聚了。我看向他一双美丽却没有生机的大眼睛，心头敞亮，反手将茶水泼在了他脸上。三舅舅当年明明是被离龙所伤，且当场身亡，哪来的你照顾他3年一说？你不是林月？茶水泛起青烟，烟雾下双宁那张可怖的脸露了出来，他笑得癫狂。林月早就死了，当初他擅作主张放走你，
回去我就处理了他。不过500年修行的小妖，坚持到第4层，地狱就皮肉分离，死得太惨了，可惜了。我今日本来是借了他这张脸，要将你绑回冥界炼化的。你这贱妖，是我轻视了你的心机。我悲愤交加，林月当年贪玩偷跑去人间，才避免了被叶尽屠杀的命运。后来墨渊大费周章将他找来我身边，是蛇族除我之外唯一的血脉。我掐着中了软骨散之毒的双宁，狠狠地将他拖向诛仙台。18层地狱里让我受的罪，加上林月的一条命，我要你一一偿还。诛仙台上，双宁奋力挣扎，但我魂魄合一，妖丹归位，他早已不是我的对手。万丈深渊下是万丈红尘，落下去或许会投胎成为凡人，又或成猪狗鸟兽，运气不好可能半路会碎成齑粉，绝不会有他现在的地位。他终于害怕到瑟瑟发抖。放开我，你敢伤我，墨渊绝不会饶过你。墨渊，我轻笑，等你下了诛仙台，我自会去找他。我手上用力，他半个身子跌了出去。双宁莫怕。一道黑影闪过，墨渊赶到，将他捞上来护在身前。灵犀，灵犀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我已经认下双宁做义妹。当初罚你下地狱，思过一事伤了你的自尊，我后悔莫及。今日特来赔罪，你可愿原谅我？义妹，我狐疑地看向双宁，见他通红的眼里满是不甘。懂了，等了800年等回来的心上人，容貌尽毁修为大师，他不要了。难怪双宁会冒险上天庭来杀我。我冷笑，原谅你，除非18层炼狱大刑之苦，你也全尝一遍。我只是让鬼差押你下去反省，何时对你动刑了？跪在地上的双宁忽然浑身战栗，引来墨渊的怀疑。他抬手将一根炭魂丝刺入双宁的耳中，一缕缕记忆传来，陶落、刀山、油煎，我遭受的每一遭酷刑都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。他的神情越来越扭曲，当看到我痛到真身显露，不断拍打着石板，将坚硬的青石板生生抓碎后，他再也没有勇气往下看。明明那个时候他刚问过鬼差，却把我痛到晕厥的样子当作赌气睡着。明明我已经晕死过去，又被双宁捏着心脏一次次醒来。穿梭在双宁记忆里的墨渊也像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些切肤之痛。灵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知晓18层地狱的恐怖，让你不要违逆我而已。他伸出不停颤抖的双手想触碰我。灵犀，你还痛不痛？我后退一步，拍掉他的手，露出手腕上狰狞的伤疤，那是连皮带肉亲手割掉的蚕丝红线留下的疤痕。严尘用尽所有天才地宝，都无法修复这块皮肤。墨渊下意识抚过自己的手腕，眼里痛色加深。我笑着流泪。你还想让我原谅你吗？他不语。我从他身后抢走瑟瑟发抖的双宁，再次退下诛仙台。不要，求你不要！双宁在凡间救过我的命，我欠他的，用我的命还。墨渊死死抱住他不肯撒手，颤颤巍巍从怀里掏出一枚古针，不知被盘了多少年，已经有了玉的温润通透。我是凡人将军，始于战场上受重伤，是双宁用这枚古针救了我，缝了伤口，照顾我3个多月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求你放过他。非要死一个的话，我死，我替他死。我松开手，怔怔地望着那枚熟悉的古针，总觉得自己的记忆缺失了一部分，很多碎片怎么也衔接不起来。闻风赶来的严尘从墨渊手中抢走古针，细细端详了一会后，神色悲戚。墨渊，你真是蠢，这分明是蛇族的骨，这是白灵犀的骨。我睁大了眼睛，记忆碎片闪现。白蛇一族的脊骨有强大的再生力，可肉白骨，活死人。当年还是凡人的墨渊沙场征战，被人一刀破腹，肝肠寸断，五感皆失，是我取下一节脊骨为他缝合，又采来蛇前果稳住他伤情，3个多月日夜照料。可后来我为一枚蛇前果与抱妖争斗重伤归来，却见他恢复了五感，与一凡间女子相拥在一起。那女子手中举着我的古针，笑得羞怯。我自卑于自己妖族的身份，黯然退场，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原来我们3人的因果从那时便开始了。墨渊夺过古针想要细看，那古针被解除封印，自己认了主，飞嵌回我的身体。我周身18000根蛇骨至此完满，困扰我许久的肋下隐痛也终于不再折磨我。真的是你？墨渊热泪涌出，接连倒退了几步，跌倒在双宁身前。你个贱女人，为何骗我？为何？他一腔歉疚遗憾全部化作怒火，双手掐住双宁的喉咙。因为我爱你，第一眼见你就无法自拔。双宁的脸由白转红，由红转紫，直到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你去死！墨渊拔地而起，举起双宁，咔嚓一声扭碎了他的脖颈，将他狠狠扔下诛仙台。他踉跄着向我走来，边走边笑，可笑的比哭还难看。灵犀，乖，跟我回家。灵犀，他死了，我亲手杀的，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原谅我了吗？失去你，才让我明白这份爱的重量。我蠢，我傻，可我真的爱你，从凡人开始。
我置若罔闻，看着他一步步靠近，神情淡漠疏离。凡人的他心盲眼瞎，明君时他依然是非不分。我白灵犀，不要这般听风便是雨的爱。我转身离开，却听见兵器对撞的声音。严晨竟然和墨渊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好！我眯眼看了看妖界的方向，该回去了，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。这两个男人没有一个值得我留恋的，我白灵犀就应该做一条自由自在的白蛇，饮甘露，沐温泉，听风鸣。转身的一瞬间，墨渊忽然朝着我的背影竭尽全力的嘶吼：灵犀，快逃！想回头却来不及了，我低下头，看见自己胸前被掏了一个巨大的血洞，鲜血涌出，白衣染透。灵犀，守住内丹。我满脸是血，怔怔地看着从我胸前贯穿出现的一只龙爪。回什么妖族？内丹留下。严晨一向从容的脸此刻狰狞可怖，对着我胸口那颗雪白的内丹露出无比贪婪的神色。墨渊翻身赶来，从后背死死地抱住严晨，对我狂喊：走，快走！不知轻重的东西。严晨龙身显现，巨尾一扫，将他飞扫出数丈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什么天界帝君，什么谦谦君子，和所有人一样，贪图我内丹而已。当初扣住我的精魄，与他温存，也不过是为了等待时机。胸前剧痛袭来，我绝望的苦笑。我不过一条万年修行的蛇妖，这内丹到底有何珍贵，竟然引得三界帝君煞费苦心，人人都要。我毁了他便是，大不了从头修炼。明光乍现，内丹爆裂。不要！严晨疯狂扑过来，却没来得及阻止我。短暂昏迷的我在一片灵雾中醒来，却发现身体每一寸都在爆裂，尤其是头，剧痛无比，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向外封顶。你竟然渡劫成功了！严晨像被定在原地，睁大了惊恐的双眼，看着升起在半空中的我。我不解地看着自己陌生的身躯，这是龙的身体啊！我明明是白蛇，为什么会变成一条龙？西南方向，电闪雷鸣，掀起西海阵阵巨浪，惊动了龙族一脉。这是祖娘娘的气息。祖娘娘竟然活过来了，快去参拜！片刻后，诛仙台上便站满了龙族。天界众仙也因为我飞升闹出的巨大动静纷至沓来。龙族听命，跪！我茫然地看着跪在我身下黑压压的龙族。严晨师叔，你为何不跪祖娘娘？稚嫩童声响起，一条小龙仰起头反问脸色煞白的严晨。呸！他不是咱们的师叔，他伤了祖娘娘，一会儿就要死了。另外一条紫角小龙义愤填膺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脑海里混沌一片。您是上古白龙一族的祖娘娘白灵犀呀！混沌初开有你一份功劳，您与天同寿。龙族里一位白须长者激动地站起来，朝我眼前指了指，他似乎是朝我额间注入了什么力量，将我脑海中破损的记忆聚合到了一起。是了，我是白灵犀，昆仑雪山孕育的灵兽，混沌时期便已经存在，帮盘古开过天地，助女娲修补过人间。严晨小我1000岁，与我一同修炼，我们曾青梅竹马，相濡以沫。三界大乱时，我为了平息战火失去修为，落入妖族，成了一条失去记忆的小白蛇。这些他一直都知道，怪不得我在妖族做小白蛇时，曾经感受到过身边常常萦绕着异常的气息。严晨，你一直在等是吗？我红着眼问他。一直在等我再次修炼出真正的龙珠，好杀我取珠，祝你万年不古是吗？我的悲痛化作震耳欲聋的长啸，血脉压制下，严晨吓得浑身颤抖，瘫坐在地上。我落魄成小蛇妖，他视而不见。我被万妖王做局剖丹，他依然不闻不问，只想让万妖王先行试试我这枚龙珠的功效，圈住我一缕精魄蓄养，派来司命故意泄露消息告知我精魄所在，任由我在地府受尽折磨，再遭受那3道惨绝人寰的天雷。我原以为墨渊的背叛已经是无法承受的痛，现在看来扎到骨子里，男人一个赛一个。小屁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向方才说话的紫角小龙。回祖娘娘话，属下严耀。我点点头，严字辈，是严晨一脉的。那就你吧。我眉眼轻抬，将雪霜剑送至他面前。这把剑是前些日子严晨送我的，我用着十分趁手，此刻才想起来，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。杀了严晨。严耀神色凛然起身，握紧了雪霜剑。严晨惶恐要逃，却发现一步也走不了，心脏更是阵阵剧痛。我轻笑，指了指他胸口，他曾用心头血为我疗伤，本想借着血气掌控我，此刻却反而被我掌控，成了一块提线木偶。严耀会意，闭上双眸，调动灵力，雪霜剑飞出，穿透了严晨整个胸膛，2粒内丹飞出，一粒雪白，一粒漆黑。他公报私仇，吞下了液尽的内丹，还来不及炼化，血泪流出。他无神的双眸向我投来绝望的祈求：别杀我！我抬手一挥，他庞大的龙身坠落。师叔变成小白蛇了，好呆萌的小白蛇，
再修炼个几千年，估计就有我手臂这么长了吧。我转身离去。灵犀，我等你回来。墨渊断了一条腿，挣扎着起身，朝着我的背影竭力哭喊，声音远去，消失在天尽头。爱是一时鲜艳，灵犀娘娘还是更适合昆仑山万年不变的雪白。